所以相信再过数十亿年，即使地球上的其他物种都灭绝了，音乐家们仍然能够生存下去，成为继蓝绿藻之后存活最久的强势物种。重新发现吉他的美，陈老师古典吉他。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，我是陈老师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宫崎骏动画《神隐少女》中的优美小品《Hutabi》。宫崎骏动画向来是许多大小朋友们的最爱，其中的《神隐少女》自2001年上映后，更是创下票房纪录，一度成为日本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。此项纪录直到2020年才由《鬼灭之刃：无限列车篇》打破。而《神隐少女》中的许多配乐更是广受大众喜爱。有许多学生朋友跟陈老师说，在心情不好或压力大的时候，只要聆听宫崎骏动画的音乐，就可以让烦恼一扫而空，进入平静的放松状态，就好像变成猪一样。音乐的确已经成为许多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曾获得79次葛莱美奖提名，并27次获奖的美国音乐家昆西·琼斯曾经说过：“音乐解救我的人生，水和音乐足以令人生存。”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感同身受。以前练琴很认真的时候，常常练到废寝忘食，觉得可以一天不吃饭，但是不能一天不练琴。只要没练琴，就觉得心情不好，吃不下饭。但一旦开始练琴，又会练到废寝忘食，忘记吃饭。所以不管练不练琴，都吃不到饭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大家常常在说当音乐家会饿死的真正原因吧。其实大家都多虑了。根据昆西·琼斯的名言，音乐家只要有水和音乐就能够存活下去。所以相信再过数十亿年，即使地球上的其他物种都灭绝了，音乐家们仍然能够生存下去，成为继蓝绿藻之后存活最久的强势物种。这题太简单了，答案是 D。说出这句话的昆西·琼斯也许并没有想到，日后会有另一名音乐家以他为偶像，甚至还采用了与昆西·琼斯这个名字发音相近的汉字作为艺名。他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日本国宝级音乐大师，同时也是宫崎骏动画的配乐家久石让。久石让的本名为藤泽守，出生于西元1950年，在4岁时开始学习小提琴，同时也在父亲的带领下看了相当大量的电影，以一年看300多部电影的数量，连续看了4年，度过了深受音乐与电影熏陶的童年。在日后的求学阶段中，久石让决定成为一名作曲家，也在1969年顺利进入了日本东京国立音乐大学就读，并学习作曲。毕业后开始接手配乐事务，之后他遇上了改变他一生的合作伙伴，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动画大师宫崎骏。1980年代初期，宫崎骏开始制作动画《风之谷》，但却一直无法找到满意的配乐人选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向他推荐了在当时还不太有名的久石让。在听完久石让的作品后，宫崎骏与制作人大胆地采用久石让作为配乐人选。结果到了1984年，《风之谷》上映后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，而此次配乐的成功也让久石让声名大噪，并开启日后与宫崎骏动画合作配乐的契机。附带一提，《风之谷》中有一首歌的演唱者是当时年仅4岁的藤泽麻衣。看到藤泽这个姓氏，是否觉得有点眼熟呢？没错，她就是久石让的女儿。之后如果有机会看《风之谷》的话，不妨试着找出她的声音吧。除了宫崎骏动画外，他也曾替为数众多的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、游戏以及企业广告进行配乐，作品产量可说是相当庞大。而如此辉煌的表现，也让他多次获得日本电影金像奖中的最佳音乐奖及多项国际大奖。再多的文字与介绍，也难以形容音乐带来的感动与万一。不如让我们在音乐赏析中直接感受久石让作品的音乐之美。
在做旋律分析的时候，如果前后两个音之间的音程距离在4度以上的话，就称为大跳。旋律中出现大跳时，通常会比较容易引人注意，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起伏感。在旋律的写作上，大跳的使用是需要经过拿捏的，因为过度的使用大跳会让旋律变得不安定，也会影响到线条的连贯性。但久石让在乐曲的前2个小节就毫不客气地直接使用了2个大跳，可是实际听起来的效果却又不会让人觉得突兀，反而有一种舒适的安定感。原因除了这首歌的速度较慢之外，关键可能在第1乐句的3个 Re。这3个 Re 很特别，因为它以长音的姿态出现在3拍子中的弱拍，也就是第2拍的地方，这会造成节奏跟律动的改变，让 Re 本身更加有存在感。另外，长音也会让音乐有停留的感觉，好像在告诉听的人说，这里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如果你在前面的音乐中迷路了，或是感到疲倦了，会有一个熟悉的 Re 停在这里等你。你可以在这边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再度出发。在 A 段的结尾，主旋律在稳定平缓的节奏中逐渐飞升到整个乐段的最高处。我每次听到这里都觉得整个人好像跟着漂浮到空中，并且在音乐里看到辽阔的世界。这首歌在动画原作中出现的时候，正好是千寻与白龙在空中飞翔的场景。前面所提到的音乐中的大跳、停留，都成为了飞行过程中每一个动作的最佳描写，好像真的可以在音乐的进行中看到他们在空中飞行的画面。此处虽然位在乐曲的最高点，但这里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凄凉，只有在开阔的高空中敝翼齐飞、盘旋来去的从容与自在。在第18到23小节，音乐中出现了一连串的转折变化，乐谱中出现了许多临时记号，好像同时也在告诉我们，这些地方伴随着情绪与色调的转变。当然，聆听这些转变的过程是很棒的享受，但我特别喜欢23小节的3个音。这3个音的出现宣告了前一个乐句的结束，将充满变化的情绪氛围进行收束并缓缓沉淀。同时，第23小节结束后，又可以再度听到 A 段的主题。可以说，这3个音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，特别3个音之间是以半音的差距在下行。听起来的效果很像是一边小心翼翼的在前进，同时又一边回首看望来时路，看看一路走来的心路变化。路程中也许是烂漫的山花，有着热闹繁华，也可能是雪泥红爪。在走过一个隧道后，发现一切的经历原来都是南柯一梦，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。梦醒后依然是熟悉的 A 段，在大跳与翱翔中再度踏上回家的路。
身影少女中不仅有许多充满想象力的事物情节，同时也用了巧妙的象征及隐喻手法，带出丰富而具有深度的剧情，同时满足了大小朋友们的喜好。无论是在人生中的哪个阶段看，几乎都会有不同的新发现与新感动。大家在看《神隐少女》时，是否有发现今天介绍的这首乐曲呢？如果之后有机会再度观看动画的话，不妨留意看看穿插在画面中的美妙音乐吧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陈老师，我们下次见。其实大家都多虑了。根据昆西琼斯的名言，老师，这次我们的文案编辑脑洞大开，写出很奇怪的讲稿，你可能要先看一下，到时候才不会笑场。还好吧，频道创设至今，什么稀奇古怪、天马行空的讲稿都念过了，不会这么容易笑场了。根据昆西琼斯的名言，音乐家只要有水和音乐就能够存活下去。哇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就不用这么辛苦的上课了啊。所以相信再过数十亿年，即使地球上的其他物种都灭绝了，音乐家们仍然能够存活下去，成为继蓝绿藻。蓝绿藻是什么？